春雨，忙着呢。哎，1个小时以后啊，咱们开个碰头会，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。你这个方案跟人家高副队长商量过没有？我们制定，他们执行，这是工作原则，不需要征求意见。我觉得你这样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那肯定不合适啊！你的计划得根据我的计划改变，我的训练不可能耽误。哎，顺便说一句啊，你那8个单元的计划不合适，你忽略了鬼儿岭那一片，最好调整成12个单元，每个单元时间减少1天，这样可以确保你按时保质的完成验证，又能富裕出3天的机动时间。高亮，你派人摸了我的电脑啊？你们特种部队是不是就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？哎，你话别说那么难听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猜的呢？你就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问题就行了。高亮，你过分了啊！陈姐，连正，你说你们这把我的兵的臭鞋都给洗了，一个个干干净净、娇生惯养的，怎么配合夏队长训练？我们这么做就是逼着你配合好我们分队的工作。哼。妈，真香啊！什么样神秘兮兮的？你身上的肥皂味儿。来，亲一口。行啊，那你把眼睛闭上。把扔进去！高队部，赶紧归队参加政治课学习。慢点喝，别烫着啦。天哪，这简直就是救命的圣水，我快被叮死了！哎呀，有人关心你呀，让我特意送来的。高小米，那还有谁啊？看你偷着乐那个样子，怎么样？还没忙完？你呢？你们家夏琳像个鞭子似的，催得可紧了，我哪敢怠慢？就算他不催的话，我也得赶紧弄啊，我没时间了。哎呀，你们家夏琳以前追你追得多热烈呀，哪个女生能扛得住？男人都一样，他迷醉于追你的那个过程，会把自己最好、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。让你觉得这就是他的全部，我们也会把他这一方面去放大，可这个一点都不真实。那你跟我说说真实的他呗。夏琳呢，其实跟高粱挺像的，都是苦出身，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了今天，吃苦好学。对部队也是由衷的热爱，有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自律到有些自虐。只要是他负责的任务，他会尽力做到最好。好像天生就是为军人这个职业而生的。他内心的那份信念感，也常常让我感动。对我也挺好的，很真实，也很温暖。那你把夏琳说的这么好，你为什么拒绝她的求婚啊？不是我拒绝，是他退却了。他退却？
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嫉妒心。你也知道，我以前跟高粱表白过，可是那是年轻时候懵懂的情感啊。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，我都已经放下了，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接受夏琳的。可是现在放不下的是他。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，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，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。不然他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他可不是一个会轻易失去理性的人。可爱一个人，不就是要信任他吗？更要信任自己啊。如果没有了这份信任，那爱靠什么支撑啊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爱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会多疑，就是会不自信啊。我更欣赏那种笃定的男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在情感选择面前，他们都不会摇摆。强求的不会长久，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。行了，你赶快忙吧，我回去了。明天我还要跟他们去做实验呢。去啊，快去！哦。这芒果给你。真香，谢谢啊。南征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这次验证分队结束，我们一起去旅行。春雨，春雨，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，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，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。春雨，春雨，地动山摇，口令。回令，向我开炮。首长，是您啊，有啥需要帮助的吗？没事儿，我正在检查这个干部宿舍的安全情况，你们先回吧。是。山鹰3号，山鹰3号，报告你的位置。山鹰2号呼叫。山鹰3号收到，我们在距离左前方约5公里的位置。山鹰2号收到。是地雷，在管2方向。今天要实验科目，马上联系高粱，看看他们的什么位置。是。山鹰2号，山鹰2号，山鹰1号。
收到了。警官军同志，什么情况？伤者都在这儿呢，是一家子。怎么样了2个大人没心跳了，小孩还活着，赶紧送医院。走，上车。大爷，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叫晶晶。高粱救的那个女孩情况怎么样了？幸亏抢救及时，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除了鬼儿岭，山王1号其他单元的验证实验工作都已经结束了。签了这份文件，联合小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为什么把鬼儿岭排除在外？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。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。因为它是雷区，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。危险就应该绕开吗？高中队，江工，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雷场的风险。如果再出现人员伤亡的事儿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不仅会白忙活一场，还要被个处分什么的，得不偿失啊！我们不同意这个临时方案。正是因为危险，才应该在此地域展开试验。它的条件环境近似于临战状态，对我们的试验有着建设性的参考价值。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，才可以考察出我们系统的问题。试验可以重来，死了人怎么办呢？可以重活吗？我们中队的每一个战士都很优秀，死在无谓的试验中，你不觉得他很残酷吗？夏队长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江工就是为了系统运转的科学性和实战性，他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在实战中降低战士们的伤亡率。实战？哪来的实战啊？你们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行不行？我们国家现在的形势，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保驾护航，能打得起来吗？我觉得我们考虑问题啊，必须要顾全大局，站得高一点，不要仅仅考虑自己的1亩3分地。哎，行了，你拥有验证分队的决定权，我同意你的临时方案。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，你必须向军里正式报告，鬼儿岭这一片的雷必须清除干净，要不然遭罪的那都是当地老百姓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专项上报给军部了，军部将情况已经反映到军区，军区将纳入第3批统一的边境扫雷规划。那你在验证报告里把这个情况写清楚，我就签字。没问题。我不同意，我不会签字。这个2位是专家组来的，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体恤一下我们基层部队的难处。好，我同意签字。这次啊，多亏了这个王爷，手术费全给免了，手术做得要。这一下我算是踏实了。哎，今天我请你吃饭啊，你把单买了。凭什么啊？我那点存款都给他交住院费了。那凭什么你当好人我买单？算是我请你，而且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第1次请我吃饭吧？这样赊账。行行行，你请我，咱俩谁请谁不一样啊！哎，对了，我听说毕军的19计划泡汤了，我想建议重启对山王1号在鬼儿岭的试验工作。南正，你别太较真了，那晶晶怎么炸伤的你忘了？我现在正在追踪军里的排雷计划，等整个扫雷行动结束之后，你再开始认真工作。来得及的，耽误不了。先吃饭，咱点一个梅菜扣肉。梅菜好吃，
哎，烧个茄子，茄子吸油。哎，那麻辣田鸡。哎呀，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。但是山网1号的性能真的需要这样的环境来验证。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，我心里面会不安的。先吃饭，先吃饭，来，你来点，想吃啥点啥，来。你吃啊，不饿一天了吗？吃啊。然后你吃饭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晶晶得赶紧给你找一个合适人家，不能让她觉得自己没爹没妈，是吧？她太小了，让她感觉自己是孤儿太难受了。我太知道孤儿的感觉了。我资助了2个贫困亲戚，他们2家小孩都要上学了，一个高中，一个上初中，这不马上交学费了吗？我把我那点积蓄都给晶晶交志愿费了，你看看，你先借我点，把他们学费交了，然后我开工资我还你。还有吗？还有个事儿，就是这个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旅游计划，我觉得啊，咱们时间也对不上，整天忙里忙外，队里那事干的都干不过来，咱们不铺张浪费。不是南正，你要是觉得不行，你就当我没说。你吃饭吃饭，啊。买单。啊，外面说买什么单啊？买了单你可以继续吃。怎么样？护士跟我说你来了。哎，崔姐。妈妈。哎，晶晶，来坐下。哟，你看看这一头汗呢。累坏了这会儿。晶晶啊，现在叫我妈妈。崔姐，你真好。别说我了，你收养晶晶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跟人家南正商量了没有？这不也是刚提出来的？晶晶，我们该去打针了。跟姐姐去打针吧。去吧。不要怕啊。崔姐，晶晶这眼睛，这件事儿要感谢童兵。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专家过来了以后，是他帮忙挂的号，做的第2次手术。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如果还是不好的话，就要换眼角膜了。眼角膜手术啊？眼角膜也不好找啊，其实。是不好找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把它治好。南正，我问过民政局了，也联系了福利院。你想收养晶晶，条件不够。我托了朋友，他们回话说，得按政策，先把条件攒足了再说。不过他可以去福利院，由政府收养。这是电话和地址。钱收到了吗？啊，收到了。这套我写好了，进入资吧。什么东西？啊？干嘛？想赖账啊？哎，不是南正，我觉得你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以前啥样啊？以前我就不说了，但是你现在像一个剩女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本来今天我都准备好回来挨骂的。我在你心里这么凶啊？不凶不凶。爸还在呢。跟你爸在有什么关系？我亲我女朋友这事，我怕什么？我谁也不怕。再说一遍。
组长，我来。往哪儿啊？好了。啊。行吧。往这儿。好。行了，快擦擦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，要不当乘龙快婿，要不然就打短工出口令，那得看小郑的心情。是。情况嘛怎么样？韩永波嘛，老对手，700团的红一营。有一个可靠的消息啊，他们的代理营长顾一野外派学习1周，现在由他们的教导员张耀进，就是小王城主持工作。你想，他一个政工干部，凭着我们特战大队出手必赢的惯例，想赢，有悬念吗？这次对抗，咱们还真是不能小瞧了。对你我你满仓咱们3位，意义重大。什么意义重大？演习结束以后，刚好是一个时间节点。要是赢了，咱们2个人顺利提升，1毛3变2毛1，副营替正营，代理2个字以后就去掉了。哎呀，这提不提升跟演习没关系，干部晋级有晋级规定，这你说了可不算。我作为代理教导员，我太有责任逼你弄清楚晋升规则了。我都问过了，消息准确。还有呢？满仓就是正连替副营。军里组织这次对抗，什么目的啊？这你得问问周参谋，下令的跟班，他制定的整体方案。方案呢保密，我当时派人摸过，没搞到手。他们的报告没有了，军座宣出夏副处长来了。哎，你们准备了几套进攻方案啊？1套。就1套啊？这也太大意了吧？这不是大意，这叫准确。对方的主指挥顾一野不在，现在是他们的教导员担任主指挥官。计划一团散沙。我们呢，特战营、坦克分队，我们这种仗，我要什么第2套方案？行，说说你们的战斗决心。在坦克的掩护下，我们派出2个连队的力量，迅速进攻791、812高地，吸引他们注意力。然后，我们派出拳头9连，从绝壁间穿过黑风口，直捣老爷庙，端掉他们指挥所，发挥我们的优势，快、准、狠。又是斩首战术啊？对啊，小王城之前给我住一个屋，看在这个交情上，斩首的时候我给他画把快刀啊。要是遇到你的老对手顾一野呢？哎呦，那交情就更深了。如果我逮到顾一野，那我就把快刀收起来，换块石头帮他斩首。厉害啊！我说，你就不能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吗？比如说，搞个电子佯攻什么的。今天早上我们搞了一次抵近侦察，发现对方的高地上防御一盘散沙，所以我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战斗，把剩下的时间去干点该干的事。好，我会把你的方案汇报给参谋长。但是呢，我也要提醒你一句，人不能太狂妄了。太狂了容易栽跟头。甭管你是谁，哪怕你是军长的准女婿。夏副处长，狂不狂的我不懂，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在家和准媳妇吵架，肯定是个混蛋。
1000米，天没亮就开始打，到现在才拿一小阵地。这些坦克们吃素的，他们甚至坦克伏击阵地，20分钟内我们的坦克基本失去战斗力了。哪儿来的坦克伏击阵地啊？他们伪装的非常巧妙，直到50米距离，我们都没有发现。没有坦克不打仗了，没有坦克给我打，给你1个小时，提前让我拿下。李满仓到，巴彦尔想法怎么样？对方攻势坚固，我们进展非常缓慢。这都已经打了2个多小时了，按照原计划，4连现在该出击了。现在连791、812的外围都没清理干净，现在让4连上，这不当活靶子吗？红衣营这是营长不在精神在呀，跟打了鸡血一样。我是高亮。高亮，是。你怎么搞的？仗打成了这样。首长，是我轻敌了。你可是 A 军的刀尖子，被人打成这样。人家是在为争夺王牌的荣誉而战，使出的是200%的战斗激情。你们呢？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，还没有从梦游的状态中醒过来，能不被打败吗？首长，你处分我吧。处分你管什么用？动动脑子！我看你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。特战队了，我看是特奔队。我是高亮。高队副，我是外出学习了1周，但是我请了3天的假。实话告诉你，你不能总把注意力放在输赢上，不然你下次还得输。我马上开始反击了，你做好准备。德高，德高，他们开始反击了。通知各连队，由进攻转为防御。来不及了，对方进攻非常猛烈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转入防御。首长。别动！进攻战打成了突围战，突围战打成了防御战，一败涂地。部队个人素质能力样样棒，奖牌得的都烫手。真的来一次演习就拉稀了，问题出在哪儿了？报告军长，这次问题主要出在作战计划上。是我轻敌了。知道评判组集体的意见是什么吗？红一营整体训练水平非常高，一点不逊色于你们特战2队，步坦协同非常娴熟，反坦克技术方面，在全军区范围内数1数2，他们发挥了优势，特别是指挥员的能力上，比你们特战2队高出了1个量级，懂吗？特战大队是全集团军的刀尖子，在未来的战争中，有可能是第1波次投入作战的战斗部队。幸亏今天是演习，如果真打起来，首战输成这样，集团军的锐气岂不是被你给折掉了？王一兵到，刀尖子就得有刀尖子的样子。特战大队不养窝囊废。他们不是一直在搞个人末位淘汰吗？特大军官和士兵淘汰率一直在30%。像特战2队这样徒有虚名的集体，我看也来一个末位淘汰。
把编制空出来，啊，让集团军所有的步兵营都跟他们打擂台，谁赢了，谁和他们整体调换。是。夏连，你的提议非常及时，针对营连级一线指挥员做一次实战摸底，响应了军长一贯的实战要求。未来战争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，作为特战大队，要更新思想、更新手段。顾爷爷这次使用的是心理战，干扰了高粱的判断，轻了敌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。所以说，你很多思路具有前瞻性。我已经正式向军长建议了处长的人选，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一，直接去接作训处的处长；2，720团团长的位置。现在已经正式的调720团团长秦汉勇同志去特战大队任正团职的大队长，这个位置有可能你来接任，具体的等干部部门的意见。谢谢参谋长的关怀和培养，我一定珍惜机会，好好努力。太咸了，口重。哎，吃了吃了，哎，等等，区域划分啊，这一盘是小飞的，小飞长身体，你们3个丧加血，不许动。妈是狗，妈你是狗，也是狗，就让他们吃了够。来吃这个。秀儿啊，我就别帮他们说话了，他们今天可不是来吃的，是来报复我的。这话说对了，细致没错，给他倒，让他好好抱抱。我就来这个了，出根了啊。少喝点吧，哎呦我天哪！坐呀，别站着啊。老刘，吃菜。弄这个。我来。去洗。阿志，坐着。阿志，你别忙活了，让他干活，你坐着吃。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吃。中队长说话了，那你坐下，快，你就要坐下。你吃，坐下。好。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没多，我这酒量可以，绝对可以。来，看看咱这孩子，你看看，哎，小飞同志，你这不对啊！啊，区别对待，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给你啊？小飞来，给展示一下，来，格斗准备，好，1、2，往这儿打，3，来，快点，注意，打，行，啊，打得好，顾小飞同志，来，是张小飞，不是顾小飞，我姓张。那对，小飞同志，啊，打得好，啊，打得特别漂亮，稳准，漂亮啥样漂亮？我给你来一个，你跟孩子来啥？我给你来一个不一样的啊！再见，看。顾爷爷，都是兄弟战友这么多年了，你至于这么认真吗你？老牛，你连庆功酒都买好了，不赢都提不了了，这回在了吧？给，张卫星，到，发什么混呢？阿秀孩子在这呢，坐下。是。老顾啊，好久没出来一起走走了。是啊，借着酒劲儿，跟你说几句话，这话放平时，打死我也说不出来。说，把你们打成这样，于情于理，我都没错。不过你被程建志踹出特大，我
心里还是挺难受的。哎，不过这跟升不升职没关系啊。老姜说的没错，这事儿挺那什么的。嗯，算你是个人。但是他那个观点我不赞同啊，你不能拿个人感情跟训练标准做交换，对吧？他这叫失职，这事上我支持你，你这坚守原则没错。行，你能这么说，我挺欣慰的。哎，演习方我查了啊，是夏琳做的。我知道，他当时跟我打招呼了，我没当个事儿。哎呀，但是要一石二鸟啊！你怎么现在还跟他闹？这得熬到什么时候？我是讨厌他那个人，一天天张牙舞爪的跟我，是吧？但他倒不是针对我呀，他也动了他脑子。机关没白待。我听说秦大炮要回来当大队长了，可惜了，他回来了，我走喽。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说不定哪天啊就赚回来了。啊，借着酒劲儿，跟你说点心里话，这要搁平时打死都不说。行了，说吧。这个结果我没想到，我挺接受不了的。到现在我也没想好怎么办。当这么些年兵，第一次心里这么没有底。刚刚当着卫星老牛的面，我也没办法多说。虽然他们现在心里已经垮了，但是我得挺住啊！我要是挺不住，那这个团队全完了。行了，说重点。江南征研究生读完回来了。本来打算结婚的，但是从回来也没见面，我也不想见面了，结婚往后放一放。他受的委屈，那责任都在我，对吧？归根结底还是我无能，能理解。不想让你心爱的女人看到你现在这个窝囊废的样子。爸，吃饭了。红烧肉。快，爸，尝尝这红烧肉，高粱教的，真传。怎么样？真不错，不错，还行吧？高粱这臭小子可以下课了。差不多。南征，高粱这次败在了顾一野的手下，败得很惨。他的特战二队被我一气之下轰出了特战大队，史无前例的惩罚。高粱是栽了个大跟头，我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扛得住。有的时候当老丈人的心情啊是挺矛盾的。我是什么苦都不想让我的女儿吃，什么苦都想让我的女婿尝尝。开始我看着他想把我的女儿抢走，我怎么看我就怎么不顺眼。后来看着他顺眼了吧，我就想修理他，不停地修理他。为什么呀，爸？我怕他经历的磨难不够多，不够坚强，在你们今后的日子里做得不够好。我想给我女儿最好的，所有的罪都让她来受。所以呢，给我当女婿也是挺难的，你说是吗？来，你刚才就是怎么样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阿秀受了一点委屈，藏到我耳朵里，我打死你。听实话吗？阿秀啊，把我当另外一个儿子了。当什么了？儿子？我家啊，那个书柜这么多年了，还有那箱子啊，全给我翻了个底朝天。
里边每一本书都给我翻出来了，只要窝了脚的全给我捋平了，说这样板正。上次发那个皮鞋吧，我还没怎么穿，他快给我擦烂了。喝个水，先给我尝一尝那个水烫不烫。我看现在啊，就差喂我吃饭了。不挺好的吗？这像伺候皇上一样伺候你，多少男的巴不得呢，你这还不乐意？行了，你别给我装了啊！我故意也是那样的人吗？我跟阿秀啊，都想拼了命的对对方好，结果我们俩都用力过猛，那就是不幸福的。我跟秀的生活很幸福啊，我让着她，我生怕她有一丁点的委屈。当时出事的时候，大家都难受，但是只有你站出来了，扛起这个责任。阿秀，苦没少吃，你真的好好对她。你得把你全部的爱都给她。不说了，不走了。哎，回来。这肩膀，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，它就会失去知觉，甚至是没有了形。